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God。今天大家都比较兴奋，因为这个项目方给出了派浏览器，顺便把派钱包放在派浏览器中，然后我们可以具体操作一下，展示一下这个操作是怎么样个流程，然后体验怎么样，跟大家说一说。临时加更一期啊，现在这是我的手机页面啊，然后我连在电脑上，这样更方便一点啊。打开这个派挖矿的这个软件就是这样，主页就是这样页面。然后如果去下载这个派浏览器呢，点击这个也可以，或者在菜单栏打开，然后点击派浏览器也可以。进入之后呢，点击这个 Download APK， 它自动会跳转到浏览器进行下载。跳到浏览器进行下载，下载完直接安装就可以了。我这儿已经安装过了，就不再进行下载了。然后返回安装好之后呢，稍等一下，安装好之后再点击这个 Sign in to Pi Browser， 这儿可以直接去快捷登录到这个派浏览器上，这样就能进来了。当然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情况，看到了吧？在点击这个登录的时候，它会显示这样一个页面。然后这个倒不是说出什么问题了，只是说它偶尔会在某些机型上会有这样的一个页面，这个不影响。直接点击 Use other sign methods， 使用其他登录方法，点击这个就可以了啊。我这儿是没有这个按钮的，所以展示不了，做个提示着。登录上来之后呢，点击派钱包。好，我简单输入一下啊，我是记在了这个纸上，这段就不给大家去展示了。输入完成之后，就可以点击这个了，进入钱包了啊。这可以看到啊，我这是已经有过几笔转账了，所以是108.87啊。我很少去给别人转，给别人转了1笔吧，感觉这个实操性不大，因为我每次进来都需要去输入助记词。苹果的话会有这个Touch ID 指纹解锁，对吧？那个很省事儿。我这个感受到了深深的恶意啊，没有给我这个功能。好了，进来之后呢，之前的内容中我们简单提到过 ，receive 可以看自己的公钥，对吧？然后点击这个就回到这个页面了。再进来，因为我是在桌面版的时候去创建的这个钱包。好了，进来了，我们看到这个派的这个数量，测试派的数量啊。然后，之前内容里边简单分享过这几个按钮，我们再来说一下。Receive 查看自己的公钥，返回 Send 这给别人转账嘛，对吧？然后 History 查看转账记录，点这个返回 Settings， 这儿是可以查看自己的这个私钥的，就是你的助记词的啊。但是为了防止派友们忘了啊，一定要在这个刚才那个创建的时候，给到你助记词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去记录下来。建议一步到位，就写到纸上就好了。返回，我们可以给别人试着转一下账啊。这儿的话，我是直接复制了别人的一个公钥，是我们这个群里的一位派友的。再做个演示啊。那记着啊，这儿有一个提示，暂时还不支持用这个用户名去转账，所以说公钥是暂时的一个转账地址。之后的话，应该是会支持这个用户名转账的，转3.14吧，3.14，Send OK 成功了，转账完毕。我们可以看一眼转账记录、转账详情，看到这个我的公钥地址、对方的公钥地址、转账的数量和准确的时间。然后我们可以去查看一眼什么呢？查看一眼在这个区块链浏览器上。这个是派友我们之前经常看到的一个区块链浏览器，是派友自行针对测试网去做出来的一个区块链浏览器，让我们去能够查询到这个交易详情，对吧？完之后是可以选中文的啊，可以我们去搜我自己的公钥，刚才我复制了，粘贴，别跳出来，好烦人，粘贴，搜索余额，看到了啊，看一下你交易，不是这个吗？这个啊，这个交易就可以看到2分钟前操作这个数据
立刻就记录上来了，对吧？转账还是很快的，这是之前的几笔交易。操作我们看一下，也可以看到，这个支付的派的数量、类型、支付是吧？都是支付啊。第一笔是创建账户给的100个那个测试派，然后时间也都在这儿记录好了啊。有兴趣的可以去自己转完账之后自行查询一下。我们返回到这个派浏览器这儿。我刚才想干什么？我说这个重置一下，对吧？看一眼啊，重置在哪来着？转账好像是转账页面啊，最后这个蓝色的可以去重新获取100个派，但是这个是你用完了测试派，你去重置。我们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助记词改了，因为我的助记词实际上有2个词是相同的。我们试一下啊，你可以重新填充你的账户100个派，按照这个这个翻译的话应该是不可以的。我们试一下，尝试一下，重新试一下啊，不可以。因为比50个派数量要多，只有少于50个派的时候才可以点这个啊，那就算了，我们以后合适的机会再给大家展示。好了，这个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流程。然后那个啊，这不是英文吗？大家可能看的不方便，我们点一下这个挖矿的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去设置一下这个语言，这个都是相通的。这儿设置好之后，在浏览器里边也会去进行相应的更改。看一眼啊，返回主页，进来加载钱包，哎，这不就变成中文了吗？所以说大家可以去修改一下这个语言。这儿修改和这个另一个软件里边你已经修改好的，这是2个操作。因为那个挖矿软件修改好只管挖矿软件的，浏览器这儿修改好之后是管浏览器这个软件。当然，这个我展示的是安卓手机，如果是苹果手机的话，你下载的话，必须要到应用商店，里边直接搜索 Pi Browser， 搜索这个就可以，而且不用去切换地区。中国区商店也是有这个软件的。下载好之后呢，直接去那个 Pi 挖矿软件里边去点击协助登录。如果那个不可以的话，没有跳过来，没有跳到这个浏览器软件，直接打开浏览器软件，点击挖矿。你用你的手机号和密码去登录，登录好之后，这个派浏览器也就可以用了。好的，我们加更的一期就到这儿吧。重置没有成功是吧？算了，以后再说吧。